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成为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被抄家的前总统。有谁在背后下死手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评估，我是易评估。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特朗普被抄家，不管是谁干的，能否真是特朗普还很悬。近日，美国又爆出新丑闻，联邦调查局 FBI 透缉搜查了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住所，并带走了10多个纸箱子的物品。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特朗普被抄家了。对于这次抄家行动，特朗普本人毫不知情。他儿子回家查看后说， FBI 甚至用炸药把特朗普的保险柜给炸开了，掏出了保险柜里的所有物品。由此，特朗普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抄家的前总统。对此，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要不惜毁掉美国政坛的潜规则和美国国家的颜面，下死手来搞特朗普呢？主谋会是现总统拜登吗？白宫方面已经10多次拒绝谈论此事。会是刚刚窜访台湾的众议长佩洛西吗？要知道，美国国会是不会直接指挥 FBI 的。不过，不管是谁干的，现在的特朗普和共和党都已认定了，民主党全员都是嫌疑人。只要特朗普没有被查出犯罪的证据，就轮到民主党倒大霉了，早晚就会有人背上黑锅的。一直以来，美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体制民主自由，不搞清算，只要是当过总统的，从来没有被秋后算账过，从来没有被执法部门抄家的记录。哪怕是几十年前水门事件当中的主谋共和党人的尼克松总统，他被爆出示意手下潜入民主党办公机构，安装窃听器和盗拍文件，却被警察当场抓住。尼克松被指控涉嫌公器私用，滥用国家情报机关对阵地进行窃听，最终尼克松因就辞职。尽管他犯下了那么大的事，却没有被送上法庭，可见美国对于政治人物还是很宽容的，甚至可以说美国政界没有秋后算账的这个词儿。实际上，许多美国议员、官员和总统都做过见不得阳光的事情，他们一点也经不起查抄，并非他们个人本性上有多么的坏，而是因为美式民主选举需要大量资金，美国大大小小的议会候选人需要想方设法获得企业和团体金主们的金钱支持。作为回报，这些成功的参选者一旦当选，就要为金主们的利益服务。而美国政府高官虽然不容选举上位，但是他们做出某些对金主们有利的政策，金主们就会在事后给他们以优厚的报酬。例如，美国不少高官退休之后，就到某些大型企业当高官拿高薪。在美国，几乎每个政策都要涉及到议员、官员和企业的幕后利益来往。特朗普究竟做了些什么，以至于让他的死对头们不惜破坏潜规则，悍然抄家呢？或许最大一个原因就是特朗普想重新当总统，这让他的政敌们感到害怕。现在的美国长期处于高通胀，民众生活愈发艰难，拜登政府的支持度已经低于特朗普政府时期。而且不出意外的话，今年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党将失去过半数席位的优势，共和党将接掌国会2院，这就相当于给了特朗普重新上台的机会。一旦特朗普重新上台，必然要把他以前的政敌统统赶出政坛。FBI 抄家行动主要就是找出或者制造找出特朗普时代国家机密文件，或者找到特朗普指挥他的支持者
冲击国会山的证据。一旦有了这些证据，就能把特朗普送上法庭。不管这些证据最终能否给特朗普定罪，只要让他没有时间参选总统也就行了。要知道，美国情报部门很善于制造证据。以前美国拿着一瓶洗衣粉当证据，就入侵了伊拉克。当然，特朗普也不是好对付的，他面对 FBI 所谓的证据，肯定会有自己的反击策略，绝对不会束手就擒。特朗普当了4年总统，被民主党搞了4年，一天也没有消停过。从通俄门到冲击国会山事件，民主党一直没能搞死特朗普。这次由 FBI 制造证据，能不能证实特朗普还是很悬的。但是民主党已经为破坏美国政坛的潜规则付出代价了。特朗普被抄家的新闻，随时可能演化成对拜登政府不利的抄家门丑闻。好，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谢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